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独美才是真顶流，刘亦菲、赵丽颖、程毅不抱团照样杀疯内娱。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着名利诱惑的大舞台，无数人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挤破了脑袋都渴望能够混进所谓的姐妹团兄弟帮，只为能在这个复杂的圈子里寻得一份依靠和助力。然而，却偏偏有那么一些人对这套做法嗤之以鼻。刘亦菲、赵丽颖、程毅这三位无疑称得上是内娱当中特立独行的独行侠，他们从不参与小团体的勾心斗角，也不会刻意去蹭热搜来增加自己的曝光度。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稳稳地占据着顶流的位置。刘亦菲，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在其他明星在红毯上争奇斗艳，使尽浑身解数想要吸引众人目光的时候，刘亦菲却凭借着自己独特的微胖身材，成功地杀出了重围。在那场盛大的品牌盛典上，她身着一袭奶白色的高级定制礼服，周身珠光宝气，然而却丝毫没有落入艳俗的套路之中。那高贵典雅的气质，让网友们忍不住连连惊呼：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富贵花啊！面对外界那些对她身材的各种指指点点和闲言碎语，咱们的神仙姐姐根本就不在乎，依旧该怎么吃就怎么吃，该怎么喝就怎么喝。她这种洒脱自如的态度，反而为她圈粉无数。要知道，美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刻板的定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而刘亦菲正是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一点。赵丽颖，从赵氏孤儿到扛剧女王，当其他的85花还深陷在姐妹情深的戏码中，为了所谓的宫斗情节而争得头破血流时，赵丽颖早就默默地在干大事了。风吹半夏和幸福到万家这两部佳作让她成功地实现了向实力派的转型，就连央视都对她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盖章认证。更为厉害的是，她连微博之夜这种众多明星挤破头都想去的活动都懒得参加，而是直接扎根在剧组里专心拍戏。她的粉丝们都不禁感慨道：别人都在争抢 C 位，而他却在朝着影后的目标奋勇前进。程毅，演技卷王，低调到离谱。当众多的流量明星忙着炒 CP， 频繁地上各种综艺来增加自己的热度时，程毅却宛如一个老干部，把自己的时间几乎都泡在了片场，一门心思地琢磨角色。他的狐妖小红娘和富山海还未播出就已经火得一塌糊涂，网友们纷纷调侃道：程毅的剧就算闭着眼睛入坑都不会踩雷。他几乎没有任何花边新闻，完全凭借着出色的演技来说话，这才是一个演员真正的自我修养。在这个人人都想着抱团取暖的圈子里，刘亦菲、赵丽颖、程毅用自己过硬的实力充分证明，真正的顶流根本无需去蹭那些所谓的热度。他们不搞那些拉帮结派的小圈子，也不会通过卖惨来博取同情，仅只用优秀的作品来狠狠地打脸那些质疑的声音，这才是内娱当中最为稀缺的清流啊！没对比就没伤害。程毅、刘亦菲膀大腰圆，赵丽颖小骨架输在哪？你有没有想过，女明星的身材为啥总被放大镜盯着？刘亦菲在红毯上被嘲膀大腰圆，赵丽颖街头路透瘦得让人揪心，这俩人咋就成了审美大战的靶子？内娱这股白又瘦风刮得太猛，女星为了迎合市场拼了命减肥，可高清镜头下瘦得脱了香的模样真好看吗？我看未必。今天咱就聊聊刘亦菲和赵丽颖这两位顶流女星咋用自己的方式给这病态审美来了一记当头棒喝。先说说这白又瘦有多离谱。内娱的女星们个个像是跟体重秤杠上了，恨不得瘦成纸片人才能上镜。程毅、赵丽颖在上海拍新剧的路透照流出来，
瘦得只剩42公斤，蜡黄的脸蛋儿，穿着宽松西装，愣是显出几分老态。粉丝们急得在网上喊：“颖宝，咱吃点好的行不？”可他为了角色要求，硬是咬牙减肥，拍动作戏累得靠助理扶着。这敬业劲儿让人佩服，可身体吃不消，谁看了不心疼？这事儿可不是程毅、赵丽颖一个人的问题。某时尚平台做过调查，85%的网友觉得白又瘦是内娱的主流审美，可60%的人又说健康的身材看着更舒服。数据都摆在这儿了，咋还有人觉得骨头架子才是美？心理学家说了，单一审美就像个紧箍咒，逼得女星心理压力山大，有的甚至焦虑到失眠。更别提长期节食，免疫力哗哗往下掉，职业生涯都可能折寿。可这股风为啥停不下来？说白了，市场和观众也有责任。粉丝爱看仙女身材，品牌爱签衣架子代言人，女星不受行吗？可瘦过头了，高清镜头一扫，脸垮了，气色没了，粉丝还不是的嚷嚷状态不好。这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过审美这事儿，真就非得一条道走到黑？刘亦菲诚意的出现，倒是让人眼前一亮。说到刘亦菲，上海资生堂活动那场面，真是惊艳的让人合不上嘴。她一袭奶白色高定礼裙，腰线圆润，肩膀饱满，往红毯上一站，活脱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古典美人。网友们炸了锅，有人夸她健康美才是真女神，也有人酸溜溜的说膀大腰圆，普通女孩罢了。可刘亦菲压根不 care， 笑着回应：“美是多元的，我想做真实的自己。”这话说的敞亮，我给满分。往前倒几个，巴黎时装周，她一身金色长裙，曲线在镁光灯下闪闪发光，外媒直接封她东方古典美人。国内却有网友挑刺，说她肩宽腰粗不够骨感。结果呢？她在成都的公益活动里，穿着白毛衣和牛仔裤，跟孩子们画画聊天，微胖的身形反倒让她多了几分烟火气。主办方说，她这亲和力把现场气氛都带暖了。网友也忍不住感叹，这样的刘亦菲诚意，才是真有血有肉。更别提他给资生堂拍的2025年新年广告了，复古波浪发型，奶白色旗袍，温柔的嗓音，往屏幕上一站，妥妥的气质天花板。广告一播，资生堂销量蹭蹭涨了30%，品牌方直言，刘亦菲的丰盈美就是我们的菜，这不就是健康美的硬核证明？说她靠化妆和灯光掩盖身材短板的，诚意麻烦睁大眼睛看看，人家的魅力是全方位的。我倒觉得刘亦菲这波操作简直是给内娱审美狠狠上了一课，美不一定的瘦成闪电。再回头看看赵丽颖，敬业的让人既佩服又揪心。她在上海拍那部都市剧，片场路透照里，瘦的衣服都撑不起来，休息时瘫在椅子上，脸色白得跟纸似的。工作人员爆料，她为了角色减到42公斤，拍动作戏累得直喘，助理的随时扶着。粉丝在社交平台上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70%的人都在喊别减了，健康最重要。这也不是她第一次因为瘦被讨论。杭州某综艺节目录制，她第一次当主持，穿黑色修身礼服上台，结果瘦弱的肩部线条在灯光下一览无余，气场愣是没撑起来。跟同场活泼的杨紫一比，网友直言她过于内敛，气势不够。有评论建议她多吃点，补补营养，提升舞台状态。我觉得吧，这话虽然直白，但没毛病。瘦成这样，哪还有力气在舞台上发光？营养学专家也出来说话了，说长期低体重不仅容易累，还可能让免疫力拉警报，职业寿命都得打折扣。诚意赵丽颖的努力谁都看得到，
从小荧屏到大荧幕，她一步步拼出来的成绩不是盖的。可敬业归敬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透支下去，粉丝再喜欢也只能干着急。说句实在话，颖宝要是能稍微胖点，气色红润点，舞台上那股灵气肯定更炸裂。好消息是，内娱的审美风向好像在悄悄变。2025年，越来越多品牌开始 pick 健康体态的代言人。诚意刘亦菲的资生堂广告火了之后，不少品牌都开始找有肉感的明星合作。网友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拒绝白幼瘦话题，喊话娱乐圈别老盯着骨头架子，健康美一样能圈粉。这趋势其实早有苗头。的调查就说了，60%的观众更喜欢健康身材的女星。品牌也精明着呢，消费者买不买账，全看代言人能不能让人有共鸣。诚意刘亦菲的丰盈美能让资生堂销量涨30%，赵丽颖如果状态更好，综艺表现肯定也能更上一层楼。说到底，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真美谁有魅力，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刘亦菲和诚意赵丽颖，一个用自信打破审美偏见，一个用敬业赢得观众尊重。他俩的路虽然不一样，但都让人看到女星不该被白幼瘦绑架。内娱要是能多点包容，少点苛刻，估计能涌现更多有血有肉的魅力偶像。女星们，事业重要，身体更得放第一。粉丝们也别老盯着身材，多给点包容和支持。内娱的审美该松绑了，美从来不该只有一种模样。